嗨嗨，大家这周过得好吗？前一阵子在忙，我也不避讳啦，我就是在忙大罢免的事情。然后最近有一段时间休息了，我就想赶快来补上很久没有录的影片。那一样呢，今天这一期呢，我就是用这本人类图区分的科学，翻到哪里讲哪里。然后一个现在的感觉，就是我翻到这个主题，我现在有什么感觉？很快的跟大家讲解分享人类图。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翻到什么咯。今天翻到的是今天不是翻到，今天翻到的是意志力中心这一，看得到吗？意志力中心这一页啊，对了，因为这本书不是只有通道，它其实之前有讲过，它就是有一点像是一本人类图的简易的字典，所以其实能量中心、闸门跟通道等等都会聊到。那今天我翻到的是意志力中心。意志力中心呢，其实我之前的 podcast 好像已经有讲过，那今天再翻到意志力中心，我今天会想要讲什么呢？意志力中心呢，其实我们在讲能量中心的时候，对我来说，我常常会把它跟 G 中心一起做，就是同时一起来讲，因为它都跟我这件事情有关系。那在 G 中心的时候，我会认为它像是一个自我认同，对自己的爱，自己的人生方向比较相关的。而意志力中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自我认同有一点类似在自己价值的认定，而且它跟尊严，然后可能也有一点点有点类似英文说的那个 ego 这个字哦。我需要外界的一些标签跟评价来定义我这个人，所以我常常会用一个比喻说G 中心它有点像是抽象的无法量化的自我价值，而意志力中心比较多是可以用现实生活中的一些数字或是一些可以量化的东西来定义自我价值。例如你赚了多少钱啊，然后你达成多少业绩，可能你达到什么样的职位啊，你有多少的财产等等，这些东西可以量化，然后来定义，然后来评价自己，你对你自己的认同在于这些可量化的数字。这么是大部分人的比例来说，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是偏多的，大概60%几是意志力中心空白的，而意志力中心有定义的就是剩下的30%几。有时候会有一种感觉，你会不会觉得说，你越缺乏什么，你越想要什么？所以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常常会陷入一个情况，就是我不知道我的价值在哪里，而我疯狂的想要寻求外界的认同，然后来肯定我自己。有点像缺爱的人，反而需要别人爱他来认同自己，觉得自己被爱。那你把这个定义把它类同于意志力中心的话，就是我的自我价值认定，如果我自己没有对我自己肯定的话，我就更需要外界的一些标签，或是外界对我的认定认同来肯定我自己，我才会觉得我自己有价值。所以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就很容易陷入，如果他活得比较不健康，他就很容易陷入一个不断在跟别人比较，还有不断在怎么说，就是需要别人来觉得你很好，你才觉得自己很好，无法自己给予自己肯定，无法自己给予自己价值感。强调是如果是活得比较不健康的会是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你是意志力中心是空白的，那你运作健康的话，你就会知道我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我自己的价值在哪里，但我有一天会找到，所以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我不需要去好像看到别人有这个我就要跟他一样，可是其实每个人是不同的。
那意志力中心如果是有定义的人，他就比较清楚自己的价值在哪里，比较不容易陷入这样子的状况啦。但是也很容易就是我常会说意志力中心有定义的人，他就是那种一旦做了决定要达成某个目标，爬也要爬到就是会非常意志力嘛，他非常有意志力。这件事情或许跟成就感无关，就是他已经定下这个目标，他就要达成。那所以这对他来说就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价值肯定，给自己定的这个目标嘛，然后他就决定要达成，他就会去做到。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就觉得哇，他怎么那么厉害，他怎么那么有毅力，他怎么那么有意志力，那我是不是也要跟他一样，就陷入一个比较的状况。那其实我们也可以从意志力中心的闸门来看好了。意志力中心闸门有4个，然后有一个是我想一下可以偷看一下吗？我看一下21，对，我们可以从这4个闸门可以来看意志力中心的特质。21号闸门这个闸门的特质就是管理跟控制，所以他觉得他有控制权，他可以管理一切，他会觉得自己很有价值，很被重视那还有一个闸门是51这个闸门就是很想要当第一名，凡事都要是第一个抢第一的，他的那个竞争比较心很强。那还有一个是26闸门26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意志力中心连到直觉中心的那一条，叫做我们戏称金牌业务员那条通道嘛。那26呢，我如果很简单的说，就会说这个闸门有一个使命必达的一个特质。但使命必达这件事情，其实对于意志力中心有定义的人来说，使命必达这件事情不是说我为了满足别人，而是对我自己来说，我可以达到使命必达，我就觉得我自己很有价值，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我达到了我对我自己的要求而感到满足，跟我觉得我自己很棒这样子所以不见得是就是因为别人要求我什么，所以我才使命必达，这有一点点不一样。因为这在意志力中心这里是对自己的肯定，给自己的要求，自己给自己的这个价值的定义。那还有一个我再偷看一下还有一个是40号闸门，这个闸门比较有意思。我们不是一直说那个意志力中心是我刚刚不是有跟大家说，我会把它比喻成它是比较可以量化的比较可以用一些数字来评价自己的价值。那所以它也跟物质比较有关，有跟物质跟金钱跟资源有关。而40号闸门它就是一个给予40号闸门对于人际关系，尤其是很亲近的人的这个部分，他是很需要的，所以他会觉得我可以付出，我可以对我身边的人很好，我可以供给他们，可以贡献给他们，那我就觉得我自己很被需要，然后我自己很重要，然后我觉得我自己很有价值。所以意志力中心的这个自我认同跟自我价值是需要外界给予互动跟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标签，就是我是怎样的人，有的时候我需要呼应外界，然后来看看我自己，但同时我要给意志力中心空白的人一个建议，就刚刚提的有的时候不要太过于去比较，会给自己很大的压力，你会陷入一个不断在反省自己批判自己的状况，那这样是非常不健康的好，今天的翻到哪里讲哪里人类图小学堂讲到这里咯，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